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大人，所有名册都在这儿了吗？对，这便是全部的西北外军兵籍名册。每2年征召录入一次，都会一一查对，绝无错漏。劳烦大人再想想，如果要改户籍的话，是否还有别的途径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是在景昌12年前就改过了。那一年，先皇让兵部重理兵籍名册，从那之后便监管造册，没有漏洞可钻。若是在景昌12年之前，管得并不严，军中都是自行登录，无人督查。你可以找一找那时候的原始籍册。刚熬好的参汤，趁热喝了吧。你看啊，我这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这参汤是不是可以停了？我喝那么多天了，都喝吐了都。哎呀，我做的汤呢，就是没有人家太尉府做的好喝，咱不喝了啊！啊不，好喝，得喝，好喝，得喝。啊，好喝。好喝。明天再喝。好。公子，杨姑娘，让你去兵部调查，收获如何？据兵部侍郎所说，如果要查改过户籍的官兵，那就要查景昌12年之前军中的初始名册。景昌12年？对。哦，还有，我方才在街上遇到了异族8百里加急送信，好像是边关出了变故。边关？夫人，这是今儿大婚你要的宾客名单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缺的？不必看了，全凭夫人做主就好。还有，我在想那个要置潘公子于死地的刺客，他这次没有成功，还会不会有下次？今儿下个月就要大婚了，到时候鱼龙混杂的，万一出什么状况……哎，请夫人放心，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啊，今儿大婚的时候，我一定亲自把关，确保无虞。报！大人，西北外军华边将族入侵，皇上传大人即刻进宫面圣，赶紧备车。是。来吧，接着喝。今天要不把你喝趴下，我就不姓潘。不过咱们可先说好，你要是喝多了，回去被你爹责罚，你可别怪我。哼。哎，我爹眼里现在啊都是那个庶子，哪儿还顾得上我呀？啊？哎，喝。哎，
潘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！孙大人，怎不忙着去筹备我大哥的婚礼，跑到这酒楼来潇洒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都是上面交代的差事吗？哎呀，哎，潘公子好兴致啊！潘公子，说一句不怕得罪你的话呀，你的那个大哥呀，哼，实在是太难伺候了。哎，这要是跟郡主联姻的人是你啊，我何至于忙活到现在啊？我得省多少心呢？他潘越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就是空长着一张脸吗？要不是因为他，现在当上驸马的人应该是我。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，我知道他差哪儿了啊？是。哎呀，也对，明明你才是嫡出，啊，该娶郡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。是不是潘廷为他偏心呢？暗地里使了劲，这才让这桩姻缘改弦易辙。哎，前一阵儿我可听说这驸马爷带着人满城抓刺客，还挑了一个地下青楼，威风的紧。这背后不会也有潘大人暗中相助吧？哼，我爹才顾不上他那档子破事儿，倒是这个庶子，早晚得把我们全家都给拖下水。这怎么会呢？有了驸马爷加持，潘府肯定会青云直上才是。没错。哎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挑那种青楼啊？为何？那个上官芷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，杨采薇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离奇之事。上官芷怎么会是杨采薇？你去调查一下，上官芷在河阳都做了些什么。如果她真是杨家孤女，这一次就要让她和潘越做一对断头鸳鸯。郡主，你大伤未愈，快些坐下。好。郡主，昨日800里佳期进京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驻守西北的外军因拖欠军费哗变，江族人趁机入侵，边关告急。负责西北军务的大司马卢将军，经过几番苦战，方才击退敌军。朝廷一番彻查，发现卢将军竟是洛西江族，他还是校尉时便改了兵籍。皇上怀疑卢将军是江族细作，连夜宣我姐夫等重臣进宫，商讨应对之策。最终撤掉了卢将军大司马之职，羁押在廷尉府天牢。大司马，他可是3公之一，他竟会是江族细作？我也很是意外。卢将军的官声向来不错，若他真的是幕后之人，谋划多年，一朝举事，应该里应外合才对。为何要几番苦战击退江族呢？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对了，你们去查洛西籍的官员有什么发现？有，需要简昌12年前旧兵籍，郡主可有办法找到？我姐夫就负责兵部文书，我回去找找看。好，我和采薇一会儿就会一会卢将军，我们晚些时间找个地方会合。就去风雅院吧。好。天老人多眼杂，一会儿你就在马车里等我。好。这不是驸马吗？您不去筹办喜事，怎么到天牢这种污秽之地来了？郡主托我来见一见卢将军，有一私事相问。驸马，请。慢着！
气色不错嘛。我以为那一剑能让你消停几天。父亲有什么事吗？卢将军的事儿，你就别掺和了。父亲放心，是郡主授意，不会牵连潘家。卢将军，我备了一些酒菜，不知可否赏脸共饮一杯？你走吧，我不想见任何人。为你翻案也不想吗？还是卢将军打算就此认罪了？西北外军哗变与我无关，但我是皇上认定的罪魁祸首。你凭什么说翻案的大话？凭我知道，陷害将军的很有可能和将军一样，也是一个改过籍贯的洛西江族人。在下潘越，见过卢将军。你是潘锦之子，那个要娶郡主的潘越。正是。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究竟知道什么？朝中混入了一名江族奸细，他10多年前在河阳发家，以金钱开道，渐渐的在朝中坐上了高位。我来，是希望将军为我答疑解惑，找出真相。郡主，姐夫，你今天怎么有闲心到我书房来了？我有一个朋友托我在军中找一个失散多年的故人，此人曾经改过名字，所以我想翻翻过去的兵籍名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这你算找对人了。10多年前的兵籍名录啊，我都保存着，兵部都没有我的权，我去给你拿。谢谢姐夫。慢慢看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我想请问卢将军，军费怎么会出现问题？
你有所不知，西北外军的军费是由当地盐税专供，但这些年以来，市场上不断出现来自江族人的私盐，私盐价格低廉，导致官盐难销，盐税难收，西北外军生活艰苦。军营之中，有人趁机闹事，说守将中饱私囊。守将于是派兵镇压，混乱之中，死了一名士兵，最终酿成这次哗变。我曾在河阳查到过私盐据点，如此看来，这批盐很可能来自河阳。若老将军被撤职，朝廷一定会派任新的大司马。敢问卢将军，如果您被撤职，谁最有资格继任？大将军荀坚。除他之外，其他几人资历都差不多。他是最大的受益者，难道是他？不会，荀坚出身汉中，并非洛溪人士，而且他年事已高，无法劳心费力，即便是皇上册封，他也定会坚持不受。将军既知道此事，奸细可能也早知晓。对。那劳烦卢将军再想一下，兵部还有哪位高官也和卢将军一样，10几年前曾改过籍贯？10几年前的旧事，实在是记不得了。那将军是否知晓，兵部有谁与河阳产生过交集？亦或者哪位高官身边的亲信，他的右眼呈淡黄色？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我听闻将军入狱以来一直以绝食明志，还是先吃些东西吧。我们边吃边想。将军，您为何像这样挽起袖子？我们洛溪人从小骑马，不习惯中原的鹅冠博带，尤其是这阔袖特别碍事，所以养成了吃饭挽袖的习惯。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，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。是他。郡主，没找着吧？没有。我这里倒还有一本，看在不在这里边。看来郡主要找的人找到了。幕后黑手竟然是贾太尉。卓兰江在太尉府刺杀我，现在想来，竟是贾全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向卓兰江的藏身之处。而且，以他的官职和履历，他都是继任者之一。以皇后对他们郡主姐妹的宠爱，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，他不能脱颖而出。那婚事提前，定是贾太尉借由贾夫人来推动。郡主去太尉府找明路，万一要是被贾太尉撞破，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快到了约定的时间了，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太尉府。
你去风雅院，我去太尉府，我们分头找他。好。没找到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谢谢姐夫。你敢走吗？你看，多么温柔美丽的女人啊！能娶到她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姐姐也落得和你爹娘一样的下场，你就得乖乖听话。难道从一开始，你娶我姐姐，就只是一个阴谋？12年前，我亲手杀了你的爹娘，但是我却没有对你们姐妹俩赶尽杀绝。虽然你姐姐落下了腿疾，但她嫁给了我，也算是报了我不杀之恩吧。这样一桩美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你敢动我和姐姐，皇后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有千百种方法向皇后交代，只要伪装成意外，谁会怀疑我这个素来深情的丈夫呢？姐姐什么都不知情，我求你放过她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这才是聪明人。放心，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情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确保你姐姐平安无虞。什么事？杀个人。郡主来了没有？刚刚过来了，人在雅阁呢。哎，上官小姐，你还敢来找郡主啊？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。姑娘，郡主人呢？
奴婢不知，已有一会儿没见郡主了，现在正要去找呢。哟，嘿，这不是潘公子吗？匆匆忙忙的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只是有些大婚的琐事，想要找郡主商量。既然他不在，潘某告辞。郡主定是在教训上官芷，得去看个热闹。山谷之女上官芷为情谋杀长乐郡主，证据确凿。3日后，廷尉府公审判决，以儆效尤。一个商贾之女，竟敢以下犯上谋杀郡主，真是头大包天！要不是那潘公子与上官芷纠缠不清，怎么会出这等祸事？可不嘛！短短4个月，那潘公子可是熬死了2任夫人。说他没问题，鬼都不信。我还听说他娘也是因为他才自杀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长得再好看也是祸害。是吗？哪有这样的人？潘公子这样的神仙人物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。小姑娘长得白白的嫩的，为了一个男人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烈女，我就喜欢。算了，哎不，此案涉及到皇亲，咱们可别惹上一身骚。饿他几天，有他好果子吃。走，不是，哎呀，走。你看这女的怎么这白白嫩嫩的，这太可惜了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郡主，家眷，他用姐姐的性命逼我这样做，对不起，让你陷入这样的处境，不要怪我。郡主，告诉姐姐，旗下令。
心，真是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！公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大公子求老爷放他进廷尉府见上官芷，老爷不答应，都跪了1天了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不可一世的大哥吗？这怎么搞得这样狼狈啊？弟弟刚才差点都没认出来呀！看见你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弟弟是打心眼里心疼啊。爹也真是，不答应也就算了，连口饭都不让你吃。弟弟这儿有热乎的，来，趁热啊！哥哥，你何必这样作践自己啊？你好歹吃上2口嘛！慧儿，够了！爹，案子已经交给贾太尉处理，你求我也没用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见他一面。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就是跪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那我就跪到死。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总有心念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血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总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总有心念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血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空拥晚风入怀，两玉簪，花犹在。七巧玲珑变声满路。
这孩子粉白粉白的，一看就有福气。我当然要给他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他潘越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希望潘家的列祖列宗能够保佑他，越愿他一生平安喜乐。叶儿，叶儿，老爷，今天夫子说少爷的文章做得很好，狠狠地赞了一番，说什么芝兰玉树，龙群凤雏。少爷一直在这等着，想让您看看。我今天去潘府送东西，潘大人的儿子长得真俊，就是一点也不像他爹。嘘，我听潘府的下人说啊，这个儿子还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呢。知道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她。夫人，夫人，众口杀身，唯死命之，至此何故？望君珍重。我不答应你，你真的打算跪死在这儿吗？我只能如此。父子不和，天冷不睦，我明哲保身又有何惧？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也会谴责我。起来吧。月儿，多少次坠落，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？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。挣扎几番轰烈，哪怕遇损，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人，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梦也心深。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，只愿亦不负这段绵绵情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。挣扎几番轰烈，哪怕遇损，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人，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暮夜
相思浮沉。